我们接着上课。I/O 口的话，这个角已经定了。定了的话，我们这个时候，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，我要告诉软件工程师这个 PWM 频率。当然，这个由他们自己去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 I/O 口的一个输出电流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输出电流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充电的一个速度，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电阻是多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它是一个图腾柱输出模式下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电流是多大，还是要看 data sheet， 这是绕不开的。电源部分这个地方在这里啊，它的一个总电流是160，我们也讲过。我们来看单个 I/O 口最大电流是25毫安，那么所有 I/O 口的一个总电流不能超过80毫安，它的一个总电流是160，我们也讲过。我们来看单个 I/O 口最大电流是25毫安，是吧？那么所有 I/O 口的总电流不能超过80毫安。OK， 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，我们4个马达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电流它需要乘以一个4，那么最大不能超过80毫安，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 I/O 口，其中还有 LED 是吧 ？LED 上也要有电流，所以说我们假设一个 LED 需要留一个3毫安的一个电流给 LED 用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总共有6个 LED。6个 LED 我们就需要10几毫安，所以说这里的电流不能太小，不能取得太小，取得太小的话，这个地方开关速度马上就慢了。那也不能取得太大，取得太大单片机其他地方也要用 LED 用掉15毫安，所以说再给其他用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电流我们必须要剩下来的要取最大，还要留点余量。比如说我们就取一个40毫安，留给这些角的驱动这个 MOSFET 的驱动电流是40毫安，40毫安到50毫安这样子。比如说就取50毫安吧，不能再大了，再大的话这个 I/O 口总电就不够了。有人说我超过了怎么办？超过了怎么办？我们说如果单片机这个电流超过的话，会引起单片机的复位，而且会造成这个单片机的 I/O 口的损坏。第一是复位，第二是容易损坏，所以说我们要引起重视。同时呢，还希望这里输出最大。OK 呢，就这个样子了。如果是50毫安的话，4个口来分的话，每个 I/O 口大概可以分到12安培，输出乘以4，每个 I/O 口大概可以输出电流12毫安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来看，如果输出12毫安，这个 I/O 口输出的是3伏，对不对？3伏除以12毫安是多少？我们可以算一下，250欧，这样就比较大了。我们这个说发出去的原理图里面，我们取的是1K，实际上1K 是有点偏大，1K 也可以用，就算250欧，实际上也是偏大的，因为我们一般在工业控制里面，这边输出的最小电流也有几百毫安，因为它是通过一个域区，也就是棒桥，它有几百毫安，而这里才取几百欧到几十欧，所以这个时候驱动这个 MOSFET 速度是纳秒级别的，但是这里的它已经到了微秒级别了，比如说1微秒啊、2微秒啊，已经到微秒级别了。这就是说，在工业控制里面不提倡用 I/O 口直接驱动 MOSFET， 大家千万要注意。我们说安全等级高的场合不提倡用单片机的 I/O 口直接驱动 MOSFET。那么不提倡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说 I/O 口可能电流小，驱动能力不够。第二个呢，单片机 I/O 口驱动阈值问题。实际上，驱动阈值的问题，由于驱动电压太低，
那么就是这两个问题。所以说正常情况下 I/O 口通过预驱经过功率放大再驱动 MOSFET， 也就是我们会在 I/O 口和 MOSFET 之间会加一个棒桥驱动。这个棒桥驱动的话，它的功率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电压的放大和电流的放大，功率放大这个里面都有。你比如说单片机3伏电压经过这个棒桥放大后，然后再到这个 MOSFET， 那么棒桥所起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说电压经过棒桥以后，把它上升到15伏，然后电流呢从几百毫安到几安培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功率放大，然后再去驱动 MOSFET。 所以说 MOSFET 的阈值电压它会高一些，阈值电压 4.5 伏的比较多。好，那么为什么阈值电压要高？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，就是单片机的阈值电压为什么要高。MOSFET 阈值电压要高，那么我们这里分析一下这里的一个弊端。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把上次 MOSFET 的 data sheet 打开，我们看这个 V 即时提取门线阈值电压是多少？最小是 0.4 伏，最高是1伏。好，这个地方阈值电压 0.4 到1伏，那么大家想想看 0.4 伏就能够把它导通，那么我们这个单片机它肯定实际上也是有一个 D 的，对不对？假设这个单片机的 D， 假设单片机 D 在这里，我再接一个 D， 我们来分析一下，我觉得十分麻烦的事情，十分麻烦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。你看 MOSFET 上面走的是什么？ MOSFET 上面走的是大电流，那为了防止干扰，我先把这个删掉，这个对齐加粗，这个单片机的 D 跟它也要连起来，把它往下拖一点，这样对齐了就好看一点。首先我们来看回路，原回路主抗3伏，假设在 OHM 期间3伏输出，它的回路在哪里？那我们画一下它的回路，从这里开始走，主回路可能到这里，再回到这个 D， 是这样。当然有的人会说这里也有个回路，你说的对，只是这个回路电流小一点。 OK， 这个我把它给成醒目一点，从这可能到这里来的嘛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单片机它是什么？它是弱信号，对吧？电流它只有几十毫安，相对于安培级别来说，这是个强信号。这两个 D 最终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混合，那么这里就受到了污染，混合之后就是污染源嘛，这里就受到污染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共地了嘛，共地是最怕的，说好人坏人都在这里相遇了，你这个火车跟行人啊，或者汽车跟行人啊，都在这里相遇了，那这个地方就是重灾区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毛刺，就在这个地线上，如果你布线布不好的话，一定会有毛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或高或低的这些毛刺，它的腐值很容易大于1伏。那大家想想看，不要说1伏了，大于一个 0.4 伏，这个很正常吧？因为你地面上有一个 0. 几伏的震荡，这个太正常了。那么这种震荡就会把 MOSFET 管开通，那么这个 MOSFET 管属于工作在一个误开通状态。这样子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况且这个电机又是放在一个角落里面，单片机可能放在中间，为什么？因为4个角上的电机都要它来推动，所以说这个回路
就很长，这个回路长的话，那么回路长就更容易受到干扰，驱动信号长更容易受到干扰，这个要引起重视。这个地方的回路不能长，首先这个地方跟这地方混在一起，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。另外呢，你这个地线走得更长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干扰，再加上这个长了之后，又容易受到这边的影响，它更容易受到干扰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十分的麻烦。所以说这个东西用来说做消费类电子或者无人机，就算摔下来也无所谓，这是可以的，很多人都是这么去做。但是做工业控制肯定是不行的。那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？首先我们肯定在 Layout PCB 板上做文章。Layout PCB 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地啊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这个大电流的地引到这个当片机这里来，一定不要把大电流的地引到当片机这边。那么这个当片机就会当片机地上面就脏了，受到干扰，整个当片机就更加的有问题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能引过来，一引过来当片机就脏得不得了，就更加麻烦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说 no， 一定要给它打叉，这个地方是不能这样做的，这样做千万注意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在引线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 feedback 它也有地嘛，我们选这里做一个说明，怎么弄？就是说 feedback 它上面不是有这个地吗？我从这里开始引到这个当片机的地上面来，甚至有的引到这个晶正的地，然后这个地呢再经过这个给大电流的这个 MOSFET 地，这个时候当片机出现问题的几率就特别的高。所以说千万不能不在主回路的这种大电流地，不要经过当片机再过来。你想想看，从整个回路来看，假设这个是 feedback 回路，肯定这里有马达，再到过来，再到地，再到这里电容的地，电容的地是干净的，但是这里的地是很脏的，最终把这个地当片机的地污染了，那么当片机就没法正常工作了。所以说这个是大忌。但是我们看很多板子都是这么来的，这怎么行？肯定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回路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回路，对吗？那我们希望它直接回到这个电容，而不要经过当片机，这样就会好一些。好，这里我们展开来讲解了一下，我们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时时考虑这个走气的问题、设计的问题。这个只要你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，你都要去考虑的。好了，这个回路特别的长，又有毛刺干扰，那怎么办？关键问题是这个阈值又特别低，所以说我们现在遇到了3个问题，我们遇到3个严重问题，遇到问题我们把它罗列出来。第一，驱动回路太长；第二个问题是大电流和驱动信号共地；第3个问题是由于上面有毛刺，阈值又低，所以导致容易误触发。如果你 MOSFET 的阈值在 1.5 伏或者2伏，这样还好一点，因为毛刺的干扰伏值没那么的高。但是你 0.4 伏的话，这个就很恐怖了。就是马达做出来以后，你一定能够想象得到，就算高手来做这一块，也不一定能够做好，更不要说一个新手来画原理图，这里一定有问题。那么遇到问题，我们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是吧？那我们把这个3个问题，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电路的设计把它解决掉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讲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。